日本嘅經濟迷失過30年，韓國又經歷咗25年嘅經濟神話。日本嘅後生仔就話啦，時間が経って値段が下がる方が多いのかな。樓同車一樣會貶值。韓國嘅年輕人就話， 이걸 따라갈 수가 없어. 제가 아무리 열심히 일을 해도. 그러다 보니까 樓價係只升不跌。兩個國家嘅人咧睇法雖然好唔同，但係越嚟越多人咧就懷疑韓國會唔會步入呢個日本嘅迷失30年嘅後塵呢？究竟又發生咩事呢？2023年韓國全國賣唔出嘅房屋咧，高達75,438間，係10年嚟嘅高位。紅色就係所謂嘅高風險滅絕地域，即係咧冇人住嘅鬼城，數目12年裏面咧翻咗1倍。佢係國內啦，年初樓價大跌，大量嘅空置新屋之下咧，發展商咧更加要出埋啲奇招。譬如話買樓送 Benz， 買樓送金條咁。2022年韓國嘅樓市創出2年嘅新低，而佢哋目前出口比起2022年嘅歷史高位跌咗足足18%，而 GDP 亦都出現08年金融海嘯以嚟最大嘅萎縮。韓國全球出生率最低嘅國家之一，喺2022年韓國每一個女性咧就生0.78個 BB。韓國面臨史上最嚴重嘅樓市泡沫。同時咧，經濟放緩，加埋一個極低嘅出生率，最近多咗人咧將佢同1990年代嘅日本比。韓國嘅全球樓價從2000年開始咧一直升足22年，單喺疫情期間短短3年裏面啊，平均樓價就升咗15%。由1980年代開始，韓國人就被大量宣傳為有錢人要上樓住 apartment， 窮人咧就住呢啲小型公寓啦。當時韓國人好誇張，更加紮營咧排隊幾日咧去買 apartment。喺疫情期間冇樓嘅人被形容為係一個輸家，當時好多人形容佢哋叫做賣咗靈魂都要上車，一家4口動員用晒所有嘅積蓄都不但止，仲要借埋三姑六婆阿叔阿伯所有嘅錢，佢哋覺得越遲買就越蝕底。我仲記得2年前我有個 auntie， 佢喺飯局裏面宣布佢抽中咗首爾嘅一間 apartment， 當時係全台人即刻鼓掌啊！因為係等於中咗6合彩咁威嘅，而出生率極低嘅韓國人亦都唔係冇諗過自己嘅退休保障嘅，我一定要好好投資，為未來做準備，所以買樓亦都成為不分人士嘅目標。喺疫情期間，樓價猛升，基本上所有人都認為樓價係淨係升唔會跌，呢個心態同1980年代嘅日本比真係好似。所謂借盡都要上車買樓。韓國人嘅家庭債務佔 GDP 嘅比例全球第3高。高達105%，家庭債務超出國家嘅生產能力。喺度，我希望你哋可以幫一個細細嘅忙仔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因為我哋總共有47%嘅觀眾已經訂閱咗。我希望呢個 number 可以上到去50%。你嘅一個訂閱絕對可以幫到我哋成個 channel 走得更遠。唔該晒。咁究竟韓國嘅樓市係咪真係出咗大事呢？我同你哋一齊先睇睇呢個韓國嘅樓市玩法係點先。喺買賣市場上面成屋買賣我哋叫佢咩名？預售樓花我哋叫本人。咩名即係已建成嘅房屋喺二手市場上面做嘅買賣，即係自由市場啦。而本人即係買賣樓花一手樓嘅入場券。我可以話本人係好多韓國上車族嘅夢想嚟嘅。我識好多人都好想抽中嘅，因為佢好處好多。譬如政府會設定呢個上限價啦，即係話好多時啲樓花盤額比市價平，而做 mortgage 嘅時候，銀行批出嘅利息亦都會比咩低。但係盤額佢係走計分制嘅，門檻係超級高，抽中嘅比率非常之低。當時我記得喺2021年係好熱刺嘅樓市之下最熱門嘅首爾嘅盤額曾經嘅中籤率係高達1,873%。而一啲好有特別嘅條件嘅人士會有加分嘅，譬如佢呢個係佢人生買嘅第一間屋啦，有3個嘅細路以上啦，或者你新婚夫婦等等啦，都會可以增加你嘅中籤率。至於租嘅市場上面韓國有2種，第一就係全租純社，第二就係月租。月租即係全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點玩㗎啦，即係每個月俾包租婆一啲租金，然後佢再 keep 你可能幾個月嘅租金不等作為按金啦。而全租純社就係韓國獨有嘅租屋方法，租客就會俾業主一個超大額嘅按金，大約係樓價嘅70% 左右。佢之後就唔再俾月租㗎啦。而當租約到期嘅時候，業主就會將呢筆按金全數退翻俾呢個租客。假設你同阿 Ring 包租婆用全租嘅方
方法咧租屋，你俾咗2億圜我咧作為按金，咁 Ring 包租婆收到咁多錢啊，就可以將呢筆錢咧去再投資喺其他嘅地方上面啦。而當你退租嘅時候，假設有人承租，咁 Ring 包租婆咧就可以用第二個租客新俾佢嘅按金咧，原筆咧就退翻俾你，咁佢就可以做到呢個空手套白狼啦。但係如果冇新嘅租客， Ring 咧就要喺佢其他嘅投資產品上面咧攞翻呢啲錢俾你啦。咁呢個情況喺樓價升、股市升嘅時候當然係冇問題啦。但係如果樓價跌咧 ，Ring 包租婆佢本身投資咗喺其他嘢嘅回報可能又跌咗喎，而下手嘅租客所俾嘅按金嘅金額又可能會跌咗喎。問題就喺度啦，即係話如果樓價跌，投資回報跌。Ring 包租婆咧可能拎唔翻咧呢2億嘅韓圜俾翻出嚟嘅喎，而因為金額咁大啦，其實個租客咧可能都要同財務公司借錢先俾得起咁大嘅按金，所以樓價跌可能會引發呢個 debt distress， 即係債務困境啦。由2020年開始，韓國樓價急升，有啲不法之徒咧就利用呢個稅務嘅漏洞，譬如金先生啊，佢同發展商咧用5億嘅韓元買咗一間細型嘅公寓，然後咧佢就用6億呢個高於買入價嘅全租嘅金額咧，將成個公寓咧就租出去，咁即係佢足足收多咗1億喎。佢用呢個1億咧就可以再買新嘅小型公寓，不斷咁樣重複呢個步驟。由2020年至到2022年呢2年期間，一個咁後生得40歲嘅金先生咧，已經通過呢個買同租嘅差價投資方式咧，總共買咗1139間嘅呢啲咁嘅小型公寓。佢非常之清楚呢啲咁嘅小型公寓啊，即係 villa 同埋 officetel 咧，佢本身喺市場上面嘅透明度本身就係唔高。所以咧，佢用一個近乎零嘅成本咧去獲取暴利。喺度我要強調一下先，金先生咧只係向呢啲 villa 小型公寓同埋咧 officetel 商住混合小套房咧落手嘅啫。韓國政府對另一類型嘅住宅，我哋叫 apart，即係 apartment 咧，佢哋嘅監管係非常之嚴謹。咁我一陣咧會再同你哋解釋多少少。咁講翻呢個金先生啊，當樓價不停咁樣上升嘅話，佢當然可以還翻晒全租嘅租金俾個租客啦。但係當樓價跌嘅時候，佢根本冇錢俾翻佢哋。濟州島都出現類似嘅個案，大量嘅租客咧變咗血本無歸。即係講金先生佢一個人未還嘅按金咧，已經高達543億嘅韓圜啦。而最離奇就係咧，咁啱呢個金先生同埋濟州呢個大房東咧，兩個咧都無故咁樣死咗，係咪俾人尋仇咧？我真係唔知啦。所以全租對樓價嘅影響咧，係在於第一，業主可能冇錢還翻啲按金啦，而租客亦都可能冇錢還翻俾財務機構。第二就係為咗還按金啦，啲業主可能要急住賣資產，進一步咧推低樓價。咁我真係收到好多人咧問阿 Ring 啊，你喺韓國可唔可以講一講俾我哋聽，韓國嘅樓市究竟係咪因為全租咧而爆煲咧？先講多少少歷史，全租咧其實係一個市場自行調節嘅機制。喺韓戰結束咗之後咧，韓國嘅政府咧就唔係好支持一啲個人嘅貸款，所以對於一啲個人，佢哋如果唔係做生意嘅話咧，基本上係好難借到錢，而且就算俾你借到啊，個利息咧可能係高達20%。所以民間咧就逐漸出現咗一個全租嘅概念啦。佢其實係一個 P2P 貸款嘅一種，對一啲冇現金嘅業主同埋一啲冇資產嘅租客嚟講咧，其實係一個 win-win 雙贏嘅局面。所以如果是但一方係冇需求嘅話咧，呢個全租嘅交易咧根本係唔會存在嘅。其實喺2021年，韓國樓價仲未衝到去頂部嘅之前咧，呢個全租嘅交易咧早就由呢個市場自行調節咗落嚟，成交咧大幅回落。原因係當時嘅文在寅政府啦，一早就開始大力打擊炒樓呢個行為，推出各種嘅租戶保護法，大幅加辣。剛才講嘅本恩啊，預售樓花咧，如果你任何時間咧轉售獲利嘅話咧，要俾高達70% 嘅資本利得稅。對於咩成屋買賣啊，如果你有2間屋或以上嘅話咧，你要俾高達90% 嘅資本利得稅。咁如果你有3間嘅話咧，你要俾成100% 稅，1蚊你都冇得賺。喺呢個租戶保護法裏面咧，亦都規定全租嘅租金咧，每個合約唔可以加多過5%。所以全租如果要喺 apart 即係 apartment 上面咧玩無限量嘅槓桿咧，基本上係冇可能。除咗呢啲 apart 嘅監管係非常之嚴格之外咧，亦都有呢個買保險嘅制度，即係話如果租客收唔翻佢嘅按金咧，就保險公司賠翻俾你。而銀行咧見到你冇買保險咧，亦都唔會批呢個貸款咧俾租客嘅。咁當然啦，保險公司同埋銀行咧又唔係傻嘅，佢哋又點會做蝕本生意咧？所以喺呢個全租嘅合約成交之前咧，佢哋
哋就會對業主進行一啲極嚴苛嘅審核咧，先會批出嚟嘅。全韓國有51% 嘅人咧住喺 apart， 即係 apartment 啦。金先生之前嗰2年，利用呢個所謂嘅稅務漏洞，再無限量咁樣放大佢嘅槓桿，呢個財技咧，其實最多淨係可以適用喺韓國大約16% 嘅房屋市場上面，即係我頭先講嘅 villa 小型公寓同埋咧 officetel 商住混合小套房啦。咁所以對我嚟講咧，呢16% 係有影響，但係仍然咧唔係至於推跌成個韓國樓市嘅主因咯。而依家政府咧更加將呢個好辣嘅高重嘅利得稅咧，成70% 咧，擴展去到呢16% 嘅市場啦，堵塞翻呢個漏洞。而對我嚟講啦，大部分人住嘅 apart 咧，全租同埋盤間咧，喺呢個樓市下跌之前咧，已經分別有好強嘅機制去減少泡沫化同埋呢個打擊炒家噶啦。所以對我嚟講，加息咧其實先係最大推跌韓國樓市嘅主因。韓國咧喺2021年咧8月開始連續加咗10次利息，而喺韓國裏面高達70% 嘅房屋貸款咧係跟呢個 floating rate 嘅。加息咧係嚴重打擊咗呢啲家庭嘅還款能力。當然啦，投資喺實體房地產所投入嘅資金同埋所做嘅槓桿咧都係好大，所以咧風險較高。如果你係有興趣房地產市場嘅話咧，你可以考慮投資喺房地產嘅收息股啦，或者其他保守一啲嘅產業嘅高息股。我咧就做咗呢個豬被動收息嘅投資教學，教大家咧關於房地產收息股嘅財務比率嘅分析，同埋教你點樣做咧估值嘅模型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咧了解一下啦。好，依家翻嚟我哋嘅重點問題啦，韓國係咪下一個迷失30年嘅日本呢？先睇下佢同日本有啲咩似先，分別就係佢出生率低啦，人口老齡化啦，國內嘅部分地區咧瀕臨死亡，而喺呢個全球貿易碎片化咧，亦都令到佢哋工業經濟咧面臨一個重大挑戰。如果國家出口咧增長放緩，亦都會侵蝕到咧佢哋嘅家庭實際收入啦。但係韓國其實同90年代嘅日本咧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。當時日本咧喺短短4年裏面快速減息同埋快速加息，先俾投資者有機會可以以極低嘅銀行利率去借平錢再投資股市樓市，結果咧不斷推高資產價格，而再喺短短幾個月裏面咧快速加息，令到投資者咧一下子咧冇晒所有嘅資金流動性。而泡沫爆破期間咧，日本嘅銀行亦都陷入一個非常之巨大嘅不良貸款危機，當時係有大量嘅銀行啦同埋金融機構咧要破產添。我哋一齊睇睇韓國嘅一啲實際數字。韓國家庭嘅貸款拖欠率咧0.31呢條線咧就係對銀行嘅拖欠率啦。相對於非銀行嘅金融機構嘅拖欠率嚟講，其實依家銀行咧暫時佢哋嘅 bad debt 壞帳即係仍然控制得唔錯喎，冇好明顯嘅大升。而另外一個圖咧就係債務償還負擔指標啦。喺2021年咧高位咧到依家為止已經跌咗成6.9% 㗎啦。而家庭對房貸比例咧亦都大幅下跌，由2021年嘅高位大跌9%。不過對我嚟講，因為政府咧對銀行本身佢哋嘅壓力測試咧都不斷咁樣加大，而頭先嘅數字亦都睇到對房屋貸款有關嘅借貸咧都喺度大幅下收，所以我而家睇到韓國嘅銀行嘅情況其實比想當年嘅日本咧好好多。而去到1990年啦，當時日本所有嘅財產嘅總值咧估計已經接近咧20萬億嘅美金，相當於全世界財富嘅20%，亦都係當時咧全世界股票市場總值嘅2倍。相比起嚟咧，韓國嘅住宅房地產市場嘅泡沫咧就細好多啦，淨係值咧3000億美元嘅啫。而當時咧日本人除咗炒樓之外咧，炒地亦都係好誇張嘅。當時咧東京同埋周邊嘅地咧已經炒到去天價。相比起嚟，韓國早喺好多年之前咧已經落重藥咧打擊炒地㗎啦。如果你諗住短時間用幾年時間炒地嘅話咧，你俾嘅稅係可能高達60%。同當年嘅日本咧係非常之大嘅分別。雖然我就唔認為韓國會同日本一樣迷失30年嘅，但係講到底啦，呢個成個房地產市場咧，主要係由4個因素去主導，包括利率啦、國家經濟、政府政策
同埋補貼，仲有佢嘅人口發展。對我嚟講，利率係一個週期性，供樓幾十年咧，一定會經歷唔同嘅週期㗎啦。所以政府嘅政策同埋補貼咧，可以喺唔同嘅週期上面咧，用作呢個平衡樓市嘅作用。更重要，我哋要睇一睇國家經濟，因為咧呢個係主導國民對未來信心嘅重要因素，直接影響佢哋想唔想投資喺房地產啊。南韓擁有大量世界級領先嘅技術同埋企業，呢啲環球公司喺全世界設立唔同嘅廠房同埋生產系統，整合咗國內外嘅技術同埋資源，得到大量嘅收益，再送翻去韓國。所以作為世界第13大嘅經濟體咧，韓國嘅底子咧仍然都好紮實嘅。而佢哋嘅家庭喺過去幾十年以嚟咧，累積咗大量嘅財富，資金仍然非常充裕。所以咧喺2023年咧年初開始咧，其實韓國嘅樓市嘅銷售成交咧已經逐步回升緊㗎啦。人口係直接影響呢個房地產嘅供應同埋需求嘅，呢個其實係我最關注嘅一點。依家喺南韓50歲以上嘅人咧，已經超過咗佢總人口嘅40%。首爾嘅出生率咧更加係全國最低，唔係全球最低，講緊係得0.593。雖然南韓政府做咗好多嘅措施去鼓勵生育啦，但係成效咧仍然非常之一般。一試定生死，令到高中生咧補習補到去每晚10點11點，而媽媽們咧又好似 all in 咁樣花晒所有嘅錢咧去栽培小朋友。哈慣即係呢個補習文化咧超級誇張。2022年韓國人單花喺呢個補習上面嘅支出咧，已經達到呢個創紀錄嘅新高啊！一年就花200億嘅美金，所以對我嚟講，唔生細路係一個社會價值嘅問題，尤其是係比較主義啦，同埋物質主義，而唔係話政府咧資助多少少錢咧就可以令到年青人會生小朋友嘅。最新嘅統計顯示啦，52% 年齡25至29歲嘅韓國女生咧都話佢哋唔想生小朋友，而年齡介乎30至34歲嘅女生咧都有成39% 咧話唔會生。頭先我講過啦，佢哋呢群人咧係唔要養兒防老，但係咧好多都話要買樓防老。但係一個冇細路嘅國家，未來咧又點樣會有需求去支持樓價只升不跌嘅神話呢？韓國人普遍認為買樓係一個好好嘅投資。如果你係韓國人，你又會唔會買樓呢？留言話俾我聽。